我们的政府单位已经出来声明说呢，政府所有的 API 并没有开放给高德地图来读取。它显示出来的这些所谓红绿灯秒数，应该是算出来的，而不是政府提供给他。但是不管怎么说，从这个例子你就看出来，中国大陆在软体产业方面其实是非常先进的。未来的世界对科技无感的人不会有竞争。我们这一代还勉勉强强，你这样子还可以蒙混过关，但是你的小孩不是这样，你的小孩面临的就是那种竞争。上班为一线，小鹿带你看世界。你知道吗？市场传言 OpenAI 要开始制作自己的手机了。那同时呢，这个在中国 DeepSeek 是当初横空出世的时候，说要跟这个 OpenAI 抗衡。他们最近推出了新模型 V4，不只呢强调这个效能很强，成本很低，重点是它开始舍弃辉达的晶片，改用华为自己的晶片了。美中的科技战是不是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会不会是成为黄仁勋的噩梦呢？今天为你介绍节目上的嘉宾，他是一位非常擅长把复杂难懂的科技转换成你我都能够理解的语言的嘉宾，为你介绍知力科技执行长徐博。徐博你好，欢迎你来到节目上。小鹿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开始要聊的当然就是 AI 的这一波新趋势，但是一开始想请徐博你估算一下，现在台湾假设1000个人里面有多少人已经开始在用 AI 聊天机器人，不论是我们刚才讲的 OpenAI、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有多少人真的已经在用 AI agent 在帮助自己的日常生活？我认为应该不少于6-7成以上，甚至8成以上。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呢，即使是去 Google 搜寻引擎搜寻，它就会跑出一个 AI 摘要，对，那个其实就已经是人工智慧了，对，会跟他聊天。基本上如果把这个部分也算进去的话，我认为应该8成以上。8成以上。但是如果我们只谈跟聊天机器人聊天，换句话说，搜寻引擎不算的话，我认为也应该至少有6成以上。有6成。那你觉得1000人里面有多少人会开始 build 自己的 AI agent， 不论是用 cloud 啊，或是各式各样的这个基本现在的比例就比较低，包含像我自己也没有做这件事。那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工智慧现在还是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那我们先回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Open Cloud， 也就是所谓的人工智慧代理。OK， 基本上我们一般讲过去的人工智慧呢，都是我一问他一答。所以我能够掌控整个问答的过程。但是呢，这个人工智慧代理它的概念又不一样，它再更进一步，是呢，我把我要解决的问题告诉电脑，告诉人工智慧。那人工智慧呢，会帮我想好要怎么解决，把整个流程规划出来，甚至呢，它还可以自动帮我执行。对。那当然，这个因为步骤比较复杂，那里面的风险就比较多。那在人工智慧的这个会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情况下，你把这个一大串的流程全部交给他，这个实务上会有风险。我举个例子，譬如说这个电脑可以掌控你的电脑里面所有操作的资料，甚至它可以自动帮你清理硬碟机。对，你不会怕吗？你的电脑随时可能不知道哪一根神经出问题，它就把你不该删的资料删掉了，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想在聊天机器人，或者应该说目前的人工智慧语言模型还没有办法解决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问题之前，大家是不是能够放心的去使用这种人工智慧代理，这就是个问题。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是，现在的人工智慧代理它的安装过程还是有点复杂，对，它不像以前一个 APP 你只要 OK 就装好了。所以在中国大陆前一阵子流行这个养龙虾嘛，对，实际上呢，因为它的安装过程有点复杂，所以还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就是所谓协助你养龙虾，就是帮你把龙虾装起来。那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因为它的流程还有点复杂，不直觉。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反而还简单一些，因为技术一直在进步嘛。那我认为短时间内 ，maybe 半年、1年内就会有人推出不用你特别去安装，可能真的就 OK 就装好的这一种龙虾人工智慧代理，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这件事，我认为要解决它没有那么容易，这种可能要2-3年的时间，还会再慢慢进步，还需要慢慢进化。我跟你们说，最近我看到一个数据超级惊人的，就是我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在看下班国际线，但是呢，有超过1半以上的人没有订阅
如果呢你一直都有在看这个节目，也喜欢我们选择的内容，我想拜托你帮忙，帮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赶快移动到订阅那个按钮，按下去吧。因为呢这个动作可能不花你1秒钟的时间，也是完全免费的，但是对于我还有团队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鼓励。我看着你们的订阅，我就有更多的动力把这个节目做得更深更好，长期的陪伴大家。请大家帮忙按下订阅，下班国际线。的确有一些朋友就是因为这个安装的流程太过繁琐，所以现在还不敢踏入 AI Agent。那所以我也听过 Google 执行长有讲过，所有的软体他都认为在这个新的 AI 时代应该要全部重做，因为现在逻辑已经不太一样。不过曲博也讲说，其实现在的这个人工智慧，我们日常用到的这些不论是 ChatGPT 啊，或者各种的 Gemini、Grok 等等，它仍在进步当中。我不知道曲博你最近有在看我们录影的时候，前后这几天有很多发型分析，你适合什么发型，然后穿什么样的颜色，这个是 ChatGPT 它推出的嘛？因为它在它的图像生成啊，然后还有文字上啊，之前中文都会跑出一些乱码，除了英文以外，韩文各种也是，它都在升级。不过讲到一个更新的是曲博刚刚跟我讲的，这个 ChatGPT 开发出来的公司 OpenAI， 它要从软体跨到硬体，要做什么事情？它其实最近新闻出来，就是他想要做手机哦。那我要稍微说明一下，其实他不做手机也可以啊。现在呢，我们的随便一只手机都可以直接安装了 ChatGPT 这个 APP 嘛，应用程式啊，理论上就可以。那为什么他会想要做自己的手机呢？那我们站在他的立场，我认为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ChatGPT 虽然我们可以安装这个应用程式，但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安装。再来呢，这个应用程式呢，在我们整个软体架构里面是属于最上层的东西。它呢对于这个手机的硬体的掌控，其实掌控度不高。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的手机里面底层，因为它的运算能力还没有那么强，比起这个云端的伺服器，终端装置的运算能力比较有限。所以你里面的人工智慧加速器可能也没有办法针对你 OpenAI 的演算法去做优化。所以我想站在他的立场，他大概想的几件事。第一件事，他希望能够做出 OpenAI， 也就是 ChatGPT 原生的智慧型手机。什么叫原生呢？就是这一台手机你一开机，这个 ChatGPT 就跳出来，当做一个你的智慧助理，可以帮你处理所有的事情。那这个地方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钢铁人电影里面的 Jarvis。我想只要看过这部电影的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那个男主角 Tony， 他每次遇到问题呢，就会问 Jarvis， 他常常跟 Jarvis 要说呢，要做这个要做那个。那同样的道理啊，小鹿，如果今天你买一只手机，你一开机之后，Jarvis 就跳出来了，小鹿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服务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说，我想要去出国玩3天，去日本，请你帮我规划行程。他自动帮你把所有的资料搜寻完，帮你安排一个很好的行程，然后还跟你讨论，甚至你心情不好的时候还陪你聊天。怎么啦？怎么你现在心情怎么不太好？语气不太对。我想这种就是人工智慧的代理，能够延伸到手机里面，这个应该是他在想的事情。如果听到了，是不是从硬体到软体都可能迎来一个全部不一样的局面？因为你说这个原生的这个 ChatGPT 或者是这种聊天机器人搭载手机 ，Google 手机已经有在做了。现在 Google 手机就是很容易就用到 Gemini 里面的这个语音啊，或者是查询。OpenAI 它要做一个完全不同的软体跟硬体吗？我个人认为，因为现在才刚开始，有这样的新闻传出来，细节还不清楚。但是站在他的立场，很明显，你看呢，大家的这个手机都是用 Android，那这样 Google 是不是很容易就把它的 Gemini natively 就是原生放进我们的手机里面？你事实上是被强迫的啊，你也不用装 APP 啊，你只要这个手机买来打开它就有啦。那问题是 OpenAI 不是啊 ，OpenAI 它是一个 APP， 所以它必须是你的 Android 手机要去装它的 APP 才能用啊，所以它就是想要跨过那个鸿沟，希望呢能够有 OpenAI 或者 ChatGPT 原生的智慧型手机。OK， 那当然你讲到重点啊，那它是不是要选个作业系统？有可能啊，目前不确定，但是我认为OpenAI 现在的影响力，这是很有可能，它有自己的作业系统。当然，我认为应该也是 Linux base 的，可能跟 Android 是类似的，差不多的，甚至直接用 Android 也不是不行，因为 Android 其实本身是 open source，它也可以用。但重点是，我们的这个软体架构有所谓的
手机的晶片，那是硬体、那上面有所谓的韧体，韧体就是驱动硬体的软体、那在上面才是作业系统、那在上面才是应用程式 APP。那对 OpenAI 来说，它现在只是最上面的一层，它的底层的掌控度不够，它当然就有可能想要往下，先掌控作业系统，甚至就掌控相关的韧体。你这一只手机所有的功能，它的软体都可以控制，对不对？甚至我认为都不排除他会希望高通跟联发科这种晶片厂的晶片要根据它的 OpenAI 演算法去做优化，去做加速。那这一只手机就是很有特色的手机。那因为 OpenAI 它本身有几十亿的用户，那你觉得它如果开口要高通或联发科来修这个晶片配合它，这是有可能的所以我想我们只是把它未来的可能性先拉开来，但不管怎么说呢，它对于这个进入手机市场是看起来野心勃勃。好，我们讲完 OpenAI 来聊，就是现在在美中科技大战的这个背景之下，就是中国的 DeepSeek 深度求索，这个一直被誉为是最能够跟 OpenAI 抗衡的这间公司。那最近传出说他们最近推出的这个全新的模型，他们自己采用的是华为升腾晶片，而不是 NVIDIA 的晶片了。就很担心说，会不会黄仁勋他在这个市场上面能够替各式各样的服务商提供晶片的这个地位要被撼动？这是不是美中大战又有一个拐点出现？好，我们先回头了解一下技术背景。这个人工智慧呢有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第2个阶段叫推论这是第一个重点。再来呢，人工智慧在训练的阶段呢，需要把资料输入电脑，找出规则，建立模型。所以有3个步骤。那其中呢，所谓的模型就是资料的规则。那么你建立了模型，也就是资料的规则之后呢，就进入第2个阶段，推论。所谓的推论呢，就是利用这个规则，把我要的问题输入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根据规则去计算出可能正确几率的答案。这个叫推论。所以我举个例子呢，我们刚刚谈的聊天机器人，它就是一种大型语言模型。大家都听过。什么叫大型语言模型？用一句话解释，就是人类说话的规则。换句话说，科学家把人类说过的话输入电脑，找出规则，建立模型，这就是人类说话的规则。接下来我就用这个模型来做聊天机器人。这个时候你有问题，你就问他，他把你的问题输入之后，根据人类说话的规则去计算出可能的排列组合，把这个答案告诉你。OK。在过去呢，辉达的强项是图形处理器。图形处理器呢，它的特色就是你要它做训练也可以，你要它做推论也可以。它呢基本就是一个通用图形处理器。确实就是个武林高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呢，它要做什么，必须你要告诉他。所以你等于要写一个程式，告诉他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那辉达的晶片需要这是辉达的晶片的特色。那个程式本身呢，就会占掉运算资源。所以呢，这种通用处理器呢，我们以前专业的讲法就是它的软体可程式化程度比较高。但是相反的，它就有一些缺点，譬如说它的晶片就比较大，电晶体比较多，比较耗电，那个运算的时候呢，这个会花掉更多的这个算力。对。那在训练的阶段呢，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因为训练的演算法会改来改去。所以软体可程式化很重要。但是现在整个那个人工智慧产业已经从今年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阶段。我最喜欢比喻就是说，从2015年到2025年是前一个阶段。这前面10年的阶段是以训练为主的市场。那从2025年，也就是2026今年开始，到未来的10年，到2035年，这10年呢，整个市场慢慢要进到推论的阶段。对，意思就是呢，模型已经训练的差不多了，厂商开始想赚钱了。赚钱是要推论，不是训练哦，因为你用我的模型做推论，我才能给你收钱嘛。对。但是训练我是要花钱去投资去烧钱嘛。好，现在开始进入第2个阶段之后。推论运算可不可以用图形处理器？理论上也可以，但问题是效率不好。原因就是因为呢，推论呢通常是你模型已经确定了，所以它是一种比较 routine， 就是重复性的运算。那重复性的运算，你用一个程式，然后写出来，再用图形处理器去执行，这效能就会不好。
所以要改善的方法是什么？我就要改用所谓的人工智慧加速器，或者大家常听到的所谓 ASIC，特定应用基体电路，也有人把这种东西叫做神经处理器 NPU，不管你要什么名字啊，它就是一种人工智慧的加速器，用加速器来做推论运算，它就可以减少软体控制需要的运算力，而且呢，用加速器它是直接用电晶体运算，它的晶片面积小，效能高，又省电又便宜，所以整个市场就开始在发生变化。这个就是华为升腾晶片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华为。对，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其实中国大陆的厂商都想要开发图形处理器，他们也确实有厂商在做，但是图形处理器因为门槛比较高，所以他们目前没有办法做到辉达这么高级的图形处理器，这一块大陆一直都是落后。那在落后的状况下，怎么去弥补呢？解决方法很简单，就是用人工智慧加速器。所以升腾晶片一开始它就是有中央处理器，它也有一个图形处理器，但是重点不是，因为它的图形处理器运算力并不强，它的重点就在人工智慧加速器这边。对，所以呢，你刚刚提到 DeepSeek 的这个模型，实际上呢，它的训练跟推论，特别是推论运算，用升腾的晶片，尤其是用加速器去执行，这个效能其实是好的。所以这个确实会给辉达一些压力，所以你会发现辉达也开始调整策略。辉达在这一次的GTC 大会，它每年办一次嘛，它就公布了一个最新的进度。辉达呢去投资了一家公司叫 Groq， 那 Groq 呢就推出了所谓的语言处理器 LPU，它就是一个人工智慧的加速器。所以他这一次，他也要自己转过来，他就开始强调说，他的伺服器呢，不是只有图形处理器了，它还有语言处理器，就是特别要针对人工智慧的推论运算。理解。所以我想整个趋势很明显，就是我刚刚说，2025到2026年刚好是一个分界，原来呢是以训练为主的，转向以推论为主；原来是以图形处理器为主的，慢慢转向加速器越来越重要。曲峰，那你说这个2025到2035这10年加速器的处理，或者是产品化的这个10年，这个市场上面需要的这个 ASIC 加速器，有哪些台厂其实相对很有能力提供这样子的产品？这些人工智慧的加速器，坦白说，现在都还是以欧美的厂商设计为主。那除了我们刚刚说 Groq 有设计 LPU 嘛 ，Google 有设计 TPU， 对，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厂商，高通、Amazon、脸书、微软，他们其实都有在设计自己的加速器。原因很简单，你想想看，这些云端服务供应商，Google、Amazon、脸书、微软，它是不是都有资料中心？是，它都需要大量的处理器。如果你这种处理器都跟辉达买，那辉达不是赚翻了？对。你们这些云端服务供应商不就是凯子？这么贵的东西，你还买这么多？都还得继续买。对，所以你只要是云端服务供应商的老板，你就会开始想要降低成本。那你要降低成本怎么办呢？那就是开发自己的加速器，一定是自己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我就钱自己赚啊，我只要找一个晶圆代工厂帮我代工就好了。然后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要记得，是图形处理器的门槛比较高，加速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原因很简单，图形处理器它是什么情况的程式都要能够执行，所以相对而言，它的底层的晶片的复杂度是更高的，所以它更贵。这就是为什么你现在要用一家公司去设计出一个新的图形处理器，去跟辉达竞争，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但是你要捷径是什么？就是做加速器，就有点弯道超车。也不能说超车，就是看你怎么应用。刚好推论运算适合用加速器，符合这个世代。对，所以做加速器的，我刚刚说每一家云端服务供应商都可以做。对，但是你说台湾有什么供应链？你做好加速器之后，要不要把它做成印刷电路板？要不要做成伺服器？要不要散热？要不要机壳、机柜、机架？一样。那更重要的，你要不要那个晶片的代工厂？要啊，所以又是谁？台积电。台积电啊，对，所以我想台积电最近股价很强，合情合理。台积电这几天股价当然表现非常强劲，那我好奇的是，现在 Intel 的进度在哪里？好，那以制程来讲，其实两间公司，当然台积电目前还是领先，Intel 微幅的落后。当然，我觉得 Intel 落后最多的还是良率啦，
因为你的晶片良率拉不起来，客户也不敢把这么重要的案子交给你嘛。好，那以制程来讲，两间的差异没有很大，但是现在的关键在于，不管你用加速器或者是图形处理器，其实你需要的都是先进制程。所以在制程上没有高低的区别。客户当然还是希望用最先进的，所以还是台积电优先。理解。那为什么 Intel 最近股价也很强？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呢 ，Intel 它的制程也慢慢在改善。然后因为坦白说啦，台积电因为良率高，而且客户又多，它现在也没有多的产能，所以它的价格很硬，甚至还一直想要涨价。所以最近马斯克想要自己搞自己的这个 Terafab， 对不对？他第一个要找的是谁？台积电的。他不是找台积电，他先找 Intel。那原因很简单，他不是不想找台积电，他一定有想。但台积电有能力去帮他吗？这个现在不一定，因为台积电太忙了。相反的 ，Intel 现在急着要一个重要的客户，所以我想一拍即合。所以 Intel 就先跟这个 Terafab 搭上线。那为什么你会想为什么他会想要用没有那么先进的制程，稍微落后一点的呢？原因很简单你第一名的要不到，那只好去要第二名的嘛，这合情合理啊。对，而且任何一个客户也不会想要被单一供应商绑死。他总是希望有 second source 嘛，有第二个来源，不同的选择。对，所以我想，以这一个部分来看 ，Intel 是有机会的。对，至少台积电接不下的客户 ，Intel 就顺理成章接走了。还有三星也是。没错。那另外一点，我想谈到 Intel 有一个重点是，当整个市场从训练变到推论运算重要的时候，中央处理器的角色就变重要。那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整个人工智慧伺服器的搭配是中央处理器 CPU 配图形处理器 GPU 或者加速器。大家要记得，图形处理器或加速器只是在做人工智慧的演算法需要它，可是当使用者的需求输入的时候，我还是需要做程式的排程管理。就是中央处理器，这个就是中央处理器在做。所以你现在这样想当市场在做推论运算为主的时候，是不是全世界有几亿个人都要连进伺服器，要去要求，要聊天，要你去帮他运算，这样子。那你 CPU 是不是要负责去做这些排程的管理，分配，去分配给谁？分配给 GPU 啊。那这样 CPU 的重要性是不是就变高了？这是 Intel 强项。这就是 Intel 强项。所以最近 Intel 的 CPU 开始缺货，然后开始整个市场就对 Intel 重新评估，就是这样。对，经过曲博这样子分析，我就知道今年6月在台北要马上举办的这个 Computex，Intel 的新任 CEO 陈立武要来到了台湾。那非常非常多的人市场上面也很期待他的现身，会再给市场上面一些什么利多的消息，是对 Intel 非常有兴趣，就跟之前上一个阶段不太一样了。不过我们从节目一开始聊到现在都聚焦美国比较多，我现在想要请教的就是回过头来，如果看中国又有自己华为的升腾的晶片，又有 DeepSeek， 我相信他们也会有一部想要做自己的硬体的手机。我好奇的事情是在 AI 的这个系统里面，硬体 AI 手机，我好奇是在整个 AI 的产业链当中，会不会中国会成为一个自成一格，再也不需要依赖美国还有台湾的一个生态系？这个一定是他努力的方向。而且是很明确的，只是说暂时还没有办法做到。那我想最重要的当然是晶片供应链这一块。那我知道中国大陆现在很努力的在做国产化，全部一条龙。但是现阶段呢，即使是中芯国际他们的这个晶圆代工需要的很多设备，高阶的还是得要进口。所以坦白说啦，这个部分如果所有的设备全部都要国产的话，我认为那是一个漫长的道路，可能5年甚至10年，很长，甚至有一些设备也做不出来。譬如说机子外光，机子外光的设备，那个网友跟我，大陆网友跟我打赌说我们什么2026年已经26了，27年，他是2年前跟我说2年内就要量产，对，但实际上一定不可能，这件事情真的没有那么简单。那慢慢朝这个方向努力是有可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先进封装相关的设备，那个门槛比较高，相对当然国产化的可能性就高。好，这个是半导体。那有了半导体晶片之后呢，是不是就有所谓系统整合啦，这个印刷电路板啊，一系列你刚刚说的这一些，我认为都难不倒中国大陆的厂商。是最源头的，确实是如此。那至于软体这一块是美国的强项，但是呢，中国大陆的软体也很强。
所以呢，目前的状况，我认为确实大陆是可以做出整套他们的系统，只是说呢，美国也知道这样子，它可能不容易竞争，它干脆就釜底抽薪，它把一些先进制程相关的设备给你扣住，对啊，那你买不到，你就没有办法做出最先进的晶片，所以呢，它才需要用加速器去补强。当然也是很努力啦，但是我认为这个中间还是会有一些落差。美国大概就是领先个几年，那它也只能利用这个领先几年的优势，持续去创造新的东西，才能够保持领先。讲到中国的软体很强，最近我就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最近高德地图这个 App 在台湾的下载量冲到了第1名，大家认为说它的红绿灯秒数倒数特别精准，就想要去下载高德地图，可能很在意那个1秒2秒的差别。可是另外一派也有人说，这个方便是一回事，精准是一回事，可是会有资安的风险啊。这个，除了我平常在用 Google 地图比较多，高德地图它的背后的逻辑是收集了很多台湾的资料。地图资料，我相信它一定是有一些大数据啦。任何下载了这个高德地图的使用者，就会提供一些讯息给他嘛。那我举个例子，譬如说你现在开车开在路上，那因为这个地图一定会打开 GPS 嘛。那如果台湾有非常多的人安装，是不是很多车上都有高德地图？这个时候他就会知道很多车子现在在哪一个红绿灯等多久，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反推嘛。那我有看一些资料啦，我们的政府单位已经出来声明说呢，政府所有的 API 并没有开放给高德地图来读取。换句话说，它读到的，它显示出来的这些所谓红绿灯秒数相关的资讯，应该是算出来的，而不是政府提供给他的。那你说算出来的这个会有什么治安的问题？我认为还好啦，因为这个基本都是一些民生消费相关的应用嘛，不至于有太大的问题。那只是说，这个地图有没有办法做到可以取代 Google Map？ 这个我觉得就是看每个使用者的习惯。那如果你真的很在意红绿灯秒数，那 Google Map 没有这种东西啊，或许你就要想用。但是不管怎么说，从这个例子你就看出来，中国大陆在软体产业方面其实是非常先进的，不能小看他们。好，那政府没有开放 API 给高德地图，下载高德地图 APP 的人有没有暴露了什么资安的风险？把数据给到中国的公司？我刚刚有讲，就是基本你的 GPS 你现在在哪个位置，这些讯息一定会流出去嘛。但我认为也最近确实就有人在喊说，是不是要来管制这种东西啊？我个人认为是不需要去做这种管制，就是自由市场竞争，这是自由市场竞争啊。那如果你要管制这个，那华为或者是 vivo 的手机，我看我很多朋友在用啊，那这种手机小米手机你也要管吗？我是个人认为这个就是一个自由市场，而且我们一般这个消费行为，或者是我们出去玩，或者是交通，我觉得这没有太多什么伟大的机密说需要管制到这么严格，不能。我个人觉得还好。那只有那种比较敏感的人，特别的人，那自己小心。你或许有一些重要的人，你现在几点几分在哪个路口等红绿灯几秒很重要，这是有可能的啊，对不对？一般老百姓我是觉得没有这个必要。OK， 节目当中呢一直在做这个中美各种不同 AI 产品的对照。刚才讲完了这个DeepSeek 它用的晶片啊，或者现在台湾人有人开始下载了高德地图。另外一方面呢，我观察到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呢，它是特别介绍 Anthropic 旗下的一个叫 Mythos 这个神话这个产品，把它定位像是数位核武一般。在我看来，好像是这个 AI 工具可以去侦测系统上面的漏洞，而且调动资源，直接去修补它。那为什么这被当成是一个这么强烈的武器去形容？我们刚刚一直说人工智慧是一种资料的规则嘛，对，模型是资料的规则。那我们写的任何一个程式其实都有一定的规则。那我今天用 Mythos 这样的模型呢，去 review 你写好的这个程式，那么你就会找出里面很多的漏洞，就是所谓的 bug 嘛。特别是这个在工程上，以前我们是用人工的方式在找这些 bug 的。坦白说，人的眼睛再怎么看，你的速度就有限啊。可是程式跑起来，那个速度会很快，那不是很好吗？所以任何一个程式呢，只要 review 一次，大概都会找出一堆漏洞。所以呢，大家就会很害怕。为什么？因为如果骇客用这样的工具去对他想要攻击的目标去研读这些程式嘛，那很危险啊，可能就让他找出漏洞。对，甚至你也可以用一个方式去攻击这个网站，去找出它的漏洞。用某一种规则去做，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个模型呢，后来他们就不敢把它开放，因为开放的话变成任何人都能拿到，任何人都可以去攻击，这太危险。但是我们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说不会只有这一间公司 Anthropic 开发出这样的模型，一定有其他类似的公司在做这样的模型，所以迟早有一天呢，这样的模型还是会泛滥，就是比较高级的骇客他还是有本事弄得出来。所以呢，现在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每一间企业都需要去 review 自己的程式，当然是用人工智慧去 review 的方式，找出漏洞把它补起来。那这个模型厉害的地方还不只是说我找出你的漏洞哦，它还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呢就写出一支程式去攻击你这个漏洞，所以这个很危险啊。这个这么短的时间就可以做得到的话，那很多尤其金融业，这个跟钱相关的，对啊，这个就会非常危险。政府跟军事相关的啊。对，所以这是为什么整个市场会引发震撼的主要原因。对，用什么诸神的黄昏来形容这个产品。主播，那我好奇你个人的立场，像现在 AI 公司或软体公司开发出这么强大的产品，应不应该政府这个时候有角色要进来规管？我个人认为是有需要啦，但这个中间就是有点两面刃啊。政府管的越多，那么整个产业发展限制就越多；但是政府管的少，产业容易发展，但也就容易出事。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有一个尺啊，要去拿捏啦。以政府的角度，应该是做基本制度的规范，让这些业者不要逾越界限。但是呢，这个太细节的东西不能管得太细，还是要让产业去发展去发挥。我举个例子，譬如说，我们可不可以让一个机器人在没有人类同意的情况下就扣扳机杀人？我觉得政府就要管制这个。譬如说我政府讨论完觉得不可以，那你就制定这个规范，不可以，就是一个基本的。那你任何厂商绝对不可以开发出任何一个武器或者是枪械或者机器人，它是直接可以扣扳机。重点是没有经过人的决策。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我刚刚讲的一个原则性的规范。那至于细节的部分呢，让产业自由的发展。可是我会觉得各国政府的反应或者是理解能力其实是非常慢的，不要说这个焦点看台湾，就算是美国的参众议员要去理解，就是脸书到底是怎样的这个作业，它到底是怎么样赚钱，最后去制定脸书不能做什么，也花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事实上，一直都是业界跑得比政府快，这很正常啊，因为科技的发展呢，一定是那一群聪明的人先搞出来的嘛。那你要法规的制定，通常是学法律或学政治的人的东西嘛。那你一定是科学的东西已经做出来，科技上已经突破了，这个时候你法规或者是这个法律或者是政府的人发现，这样子不行，需要管的时候，你才会去介入。所以这是本来中间就会有一个时间差啦，这个很正常。但是总之该做的还是要做。当我们发现某一个技术可能会失控了，这个时候你可能还是要做适度的规范。那节目聊到这边，最后我想要回到非常民生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大家的工作到底还保不保得住？因为呢，最近新闻一系列，大家如果有在关心的话，从 Meta、Oracle、亚马逊全部都在裁员，而且裁员的比例其实是不低的。大家会发现，这些大型的公司把全部的钱投入了 AI 的军备竞赛，但是出街的这些工程师，或者是刚刚1-2年工作经验的人，他们全部都裁掉了。我很好奇，这一波这个裁员潮，曲波你观察会怎么走？你看在今年初的时候呢，就有研究单位发表了一篇文章嘛，它那个重点就是在讲呢，大家都认为未来人工智慧的世界有多么的美好，但是呢，他却看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世界。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呢，这些软体公司很多程式不需要自己写了，所以他就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了。甚至呢，原来很多软体公司的客户以前都会花钱去买这些软体来用，但是因为人工智慧会写程式啊，所以现在任何一个企业只要自己养几个工程师，就可以自己写出自己要用的软体啦。那你为什么要花钱去给这些软体公司买这些软体呢？对，所以你会发现过去这3个月软体相关的股票，特别在美国跌了一波蛮深的，原因就是这样。这只是开始而已哦。那篇文章如果你去看的话呢，你会发现会让你毛骨悚然哦。为什么呢？你想想看，这些失了业的工程师是不是开始他的消费支出就会缩减？他的消费支出一缩减，
跟他相关的各行各业立刻就会受到影响，不去吃饭啊，不去消费娱乐啊，甚至房子都会出问题哦。为什么？因为现在呢，银行贷款给这些工程师，这些都是高所得对，所以都很乐意的贷款给他，对不对？可是当他失业的时候呢，他会缩紧开支，他还不出钱，那这些之前贷出去的钱，确定能收回来吗？这不知道。总之，确实已经有人开始在谈这件事情，那确实也已经冲击到现在整个产业。就像你刚刚说的，很多软体公司都开始裁员。那我最近也跟一家国内很大的软体公司的这个总经理来聊这个事情，他的说法我觉得蛮有道理。过去的软体公司的人员结构是正三角形，就是底层的工程师很多，高层越来越少。那你少人去管大部分的人嘛。以前的企业都是这样，但现在呢，因为底层的工作已经不需要人做，可以给人工智慧做。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把底层的裁掉，然后中间很多，然后中间呢还在，那结果呢，慢慢久了之后，如果一直都这样做的话，就会变成倒三角形。但是倒三角形还是有个问题，这些资深工程师总是要从基层开始做起吧？你现在基层的工程师全部砍光了，那就没有人训练。那等到这些中层的工程师退休了之后怎么办？谁要来检查程式有没有写对？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写程式的事情丢给人工智慧。可是你要检查这个程式有没有问题，还是要靠有经验的工程师。不会用 Anthropic 那个 Mythos 就可以这个理论上是这样啦，但是 even 是 Mythos 也可能会犯错，这个还是要人去检查。所以那时候我们讨论的结论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理想的企业，特别是软体公司，它的人力结构可能要变成矩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绝对不能把这些基层的全部都清掉，不可以。你要培养可以变成资深工程师的人。换句话说，你以前可能基层的工程师要100个，你现在至少要找50个。这50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慢慢培养，让他变成资深经验，将来就可以去协助去 review 这些程式嘛。这个是很实际的商业盈利考量，还是一个我要培育人才的？不，这是商业形式的考量，因为你不可能基层工程师如果都没有机会工作，怎么可能变资深工程师？你一定要自己培养。否则等到有一天你发现那个资深工程师都退休的时候，你在市场上找不到资深工程师了，因为大家都把基础工程师裁光，哪来的资深工程师？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必须要自己培养，每一间公司都要自己培养，这样市场上才会有足够的资深工程师。但是关键是什么？你原来要100个，现在剩50个，所以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未来的世界会变成 K 型的世界，也就是呢，在这个时间点，你如果跟上的就会跑上去，那未来就是资深工程师，公司反而更要依靠你。对。但是如果你没跟上，你就是跑下去，那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一群。坦白说，这一群人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想了很久，但是没有答案。所以我觉得给各位观众一个最重要的概念特别是如果你本身小孩子已经出生或者国中、高中以上，要开始思考一件事，就是你必须从小就让小孩子对科技有感，这件事很重要。那为什么呢？因为未来的世界对科技无感的人不会有竞争力。你记得我这句话，我不是说他一定要当工程师，我不是这样说的他可以去当律师，他可以当会计师，他要做任何工作都可以，但是不可以对科技无感。当你对科技无感，你不管做什么工作，一个新的科技发明出来的时候，他就怕不想用，你就怕我不想用，这好难，这不关我的事，不关我的事，对，绝对不能有这种想法。那我们这一代还勉勉强强，你这样子还可以蒙混过关，因为毕竟我们都已经有一定的年纪，有一定的职务了，就是竞争不是这个方向。但是你的小孩不是这样，你的小孩面临的就是那种竞争，所以你一定是要从小就要培养他原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native， 就要对科技有感。对，这是为什么我要去创立那个曲博科技教室的原因。理解。因为小孩子对这种新科技有的时候很不见得有兴趣，你要怎么提起他的兴趣？你一定要想办法讲到让他觉得能听懂。对，至少要懂，不会觉得你在讲什么完全吸收不了。那你说太小了很困难，但我认为国中毕业、高中以上就一定要。所以我当初在设计这些教材的时候，都是以国中毕业的程度以上就看得懂。为什么是这个？因为大家都有念国中，那是义务教育，所以我想从那个基础点开始往上培养小孩子对科技的
感受度跟感觉 feel 很重要。主播，我最后很快请教一个，因为跟这个有关，就是我最近刚好听到黄仁勋讲到，他认为未来最厉害的科系、最夯的科系是英文系，因为他认为说你掌握语言的逻辑，你才有办法去跟科技沟通，无论它是哪一间科技公司的产品，就他认为语言的素养是非常重要。你怎么看他这样子的？他也曾经说过要念生技系啊。哦，他变来变去，我觉得他变来变去，但永远不会变的一个观念，除了刚刚说的对科技不可以无感。还有第二个更重要，一定要跨领域。简单的说就是你绝对不能只会一个领域的东西，你会的领域越多，你的竞争力越强。所以黄仁勋执行长没有讲错，他说英文是一个很好的，但是他只讲了一半，你不可以只会英文。你如果又会英文，语法又强，又会人工智慧，又会写程式，哇，那你就很有竞争力。所以你一定是要同时有2个以上的专长。谢谢曲博。今天我们题目上面涵盖了非常多不同的主题，从一开始 DeepSeek 所采用的晶片，到 AI 的伦理，到高德地图，大家这个使用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自己的偏好的。最后的全球 AI 裁员潮，其实给了下一个世代到底要把教育放在什么样的重点，曲博都有非常深入浅修的说明的方式。我们现在站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的浪头，也是一个时代的拐点，这个 K 型经济要往上还是往下？我们节目上面持续为您把关，也希望还有机会再邀请曲博回到节目上面来，跟我们分析最新的科技趋势。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拜拜。拜拜。